看着我，别说话。没想到芙蓉楼的小婉都这么出色，可惜不会再见了。居然把本王当成了小怪。王爷，您向来不近女色，要不要将那女人……属下多嘴。他与忠义侯成亲多年，竟然还是……萧青宁，这一次你逃不掉了。那男人是属狗的吗？夫人，您明明知道茶里被柳氏下了药，为什么还要喝呢？他沈晏说能爬上寡嫂的床，我萧青宁便不能找个喜欢的男人寻寻安慰？夫人说的极是。夫君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本侯回自己的府邸，还要向你禀报不成？若非你父兄临终托孤忠义侯府，逼着本侯娶你，嫂嫂又怎会年纪轻轻守寡，受这般委屈？当年我将军府看嫂嫂孤苦，将她收留抚养长大，又做主嫁入沈家为长媳。如今大哥去了，她仍是这府上的嫂嫂，吃穿用度从未短过，何来委屈一说？侯爷，萧青宁现在不是应该和马夫……难道这贱人没有中药？弟妹，许久未见，嫂嫂心中很是挂念呢。想挂念？嫂嫂怕不是日日盼着我早些死吧？当年若非将军府收留，梦如早已流落街头。将军与夫人又做主将我许给大爷为妻，我心中一直感激将军府的恩情。是啊，将军府养大了你，又将你嫁进了侯府。如今大哥才刚去，嫂嫂便勾引小叔子，这恩公报的可真是好啊。可大爷去得早，我年纪轻轻便守了寡，感情上的事，并非我能左右。可如今我已有了身孕，弟妹就当看在沈家血脉的份上，容我一条生路吧。你怀孕了？弟妹，我能生下这个孩子吗？生啊，必须生。这孩子生下来就记在我名下养着，毕竟大哥去了1年有余，嫂嫂也不想生一个野种出来吧。大哥走得早，嫂嫂膝下无依，我如此也是为了给沈家多添几分香火。你是侯府主母，更要识大体些。二弟，嫂嫂这么大的功劳，侯爷不得赏她几间铺子田产？瞧我这记性，侯爷哪曾管过侯府？不如我替侯爷奖励嫂嫂。嫂嫂，够吗？弟妹这是将我当什么人了？萧青宁，你再如此放肆，休怪本侯不念旧情。那就和离，这侯府夫人的位置，我萧青宁也不稀罕。倒反天罡，你这妒妇，我定要休了你！胡闹！你放着将门嫡女不要，居然想着将守寡的嫂嫂收进门，你是想让忠义侯府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吗？府里的吃穿用度，还有我吃药看诊，全靠萧青宁的嫁妆撑着，绝不能合理。可嫂嫂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那就去母留子。你要是想重振侯府门迈，风风光光的做你的侯爷，正妻之位只能是萧青宁的。哼，过2日是敬太妃寿宴，京中权贵定会尽数赴宴。如今我侯府想重振，必须抓住这次机会，搭上贵人。贵人？摄政王慕容成。王爷，盐水之事我已经招了，就饶小人一命吧。你怎敢？啰嗦！王爷，敬太妃宫中寿宴请柬送账，宴请名单在此。萧青宁，我们之间岂是你说不见便能不见的？忠义侯府竟让一个守寡的嫂嫂进宫贺寿，当真是没规矩。萧青宁娘家父兄战死，
镇国将军府早就败落了，萧青宁如今在侯府，怕是还得看着寡嫂的脸色过日子。这侯夫人当的真可怜。我说怎么少了一张名帖？是侯爷让他来的。今日是什么场合？本侯岂会不知轻重？侯爷和弟妹怎么才来？嫂嫂都替弟妹与各位夫人小姐寒暄好一阵了。嫂嫂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我叫人送你回去。我好不容易偷了名帖混进来，还没在太妃面前露脸呢。侯爷，我也是想替沈家向太妃娘娘尽一份心意。敬太妃驾到！还好我借了印子钱买了贵礼，若能得敬太息亲言，有人撑腰，便可将萧青宁赶出侯府。太妃娘娘金安，这是妾身高价寻来的天山雪貂皮，雪貂幼时皮毛最是柔软，最适合秋冬御寒。太妃娘娘常年吃斋礼佛，最是厌恶杀生造孽之事。你献此物，是存心给太妃娘娘添堵吗？太妃娘娘，妾身不知。让一个寡嫂出来献礼，侯夫人何在？忠义侯府萧青宁，恭祝太妃娘娘福禄安好，凤体安康。此人乃先大伯的遗孀，寡居深宅日久，不知宫中礼数，冲撞了太妃娘娘，是忠义侯府管教不严。萧青宁待府中向娘娘请罪。你便是镇国将军府的丫头，既是你府中人惹出的事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忠义侯府今日要献于本宫何物。萧青宁，你疯了！拿泥土当寿礼！萧青宁，你这是自己找死！忠义侯夫人，你这是在咒太妃娘娘入土吗？萧青宁，你若得罪了太妃，本侯定要你家法伺候。这土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回太妃娘娘，妾身知道娘娘爱花，寿宴也选在御花园，所以特地寻来适合真荽花种生长的活玉土。此土是生生不息之根基，方能配得上娘娘福寿绵长。起来吧。谢太妃娘娘。你有心了。哀家近日正得了几株西域进贡的稀罕花苗，正愁寻常土正养不活，你这里倒撞在哀家心坎上了。这个算本宫谢礼。至于你这寡嫂，既无品阶，又非世家之女，却以杀生造孽之物冲撞哀家寿宴，来人，拖出去罚抄佛经100遍，永不许再入宫门。太妃娘娘饶命，妾身知错了。侯爷救我！都各自赏花去吧。侯夫人好福气，竟能得太妃青眼。摄政王作为太妃之子，今日太妃寿宴肯定会露面，咱们都是冲着摄政王来的。摄政王殿下英俊无比，气宇轩昂，只要见上一面，就能叫人魂牵梦绕一辈子。见一面就魂牵梦萦，这样的人，我倒是睡过一个。摄政王驾到！不会这么巧吧？小兰儿，就你了。他是摄政王。王爷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父亲是丞相。不可能，定是我看错了。那也不过是个小馆，怎会是他？我那晚睡的根本不是小馆，而是摄政王慕容成。愣着做什么？摄政王就在眼前，
西北战士若能带上咱们侯府，军功便到手了。你今日若敢掉链子，回府我便休了你。王爷，臣女敬您一杯。王爷，臣是忠义侯沈晏殊。听闻西北战事吃紧，臣自幼习武，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能替本王分忧的不是你，而是忠义侯夫人。王爷莫不是在说笑？不知贱内一介妇人，如何能为王爷分忧？几日前，本王在芙蓉酒楼遭遇刺客袭击，那刺客爪牙尖利得很，给本王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记。他说的刺客，难道是我？听闻忠义侯夫人那日恰巧也在芙蓉楼。哼，不知可见到过什么可疑之人？你当时也在那儿，快，仔细想想刺客的模样，告诉王爷，这可是大事。妾身当时只顾着用膳，并未注意。无妨，本王倒是瞥见了那刺客的几分轮廓，本王就请夫人将刺客相貌绘制出来，以便本王追查，如何？妾身画技，王爷让你画你就画。要是能抓到刺客，王爷高兴，侯府的军功就到手了，别不识抬举。请。是。怎么我没去芙蓉楼，居然让一个有妇之夫长了脸？要是能帮上王爷的忙也好，否则我饶不了他。那刺客眉不画而黛，眸含秋水，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。这听着怎像个女子？难道是个女贼，竟敢采花到了摄政王头上？侯夫人，专心。本王与那刺客近身缠斗时，依稀见得其胸口处似有一点朱砂红痣。王爷，这特征再明显不过，臣愿即刻调派人手，为王爷全城搜捕此刺客。这个疯子，还好那颗痣的位置隐秘，沈晏殊从未近过我的身，他并不知晓。夫人，这些线索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本王还有更明确的。王爷，够了。这不是忠义侯吗？这怎么可能是我？我今日根本没去过芙蓉楼。萧清宁，侯爷难道忘了，平日里妾身常与侯爷以对方为模练习丹青，日子久了，下笔难免带了些习惯。妾身画技不精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忠义侯与夫人，当真是夫妻恩爱啊！妾身笨拙脏了衣裙，还请让妾身换身衣服，以免冲撞了太妃娘娘。夫人，偏殿有备用衣物，还请随奴婢去偏殿换身衣服。敢对本王出手，侯夫人的胆子不小啊！直接闯入全是命妇女眷的休息之处，王爷的胆子倒是大。本王除了胆子，夫人应该最清楚，不是吗？
王爷，妾身是忠义侯夫人，是您的臣妻，岂能做越矩之事？越矩？只要本王想，今晚你就能从臣妻变成本王的王妃。王爷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。那就去和沈晏殊和离，如何？王爷怕是忘了，妾身说过，那次之后，你我便再也不见。是吗？可本王那晚累极了，睡得沉，并未听到。只要王爷没出声反驳，那便是默认了。约定既成，王爷不能出尔反尔。约定？本王在朝堂之上尚且不受任何人摆布，更何况是男女之事。萧庆宁，你那夜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王爷息怒，妾身当时不知王爷身份，错将王爷认成了坊间的小娈，无心之失，妾身愿向王爷赔罪。无心之失？那夜可是本王的第一次。怎么可能？他可是摄政王。这罪责得用你的一辈子来赔。沈晏殊一心盘附军功，若将他支去前线，山高路远，我正好可以趁机转移嫁妆，为和离做准备。王爷要我用一辈子来赔，那王爷又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只要本王能办到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西北战事在即，劳烦王爷给忠义侯府一个效力的机会。侯夫人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心系夫君，这种时候都不忘给夫君谋前程。王爷说笑了，妇人荣辱皆系于夫家，妾身也是为自己打算。想让沈晏殊去前线也可以，只要你能取悦本王。王爷，不如先把沈晏殊的名字记在领军册上，免得待会儿王爷高兴过了头，忘了这事。传令，将领军册上添上忠义侯沈晏殊之名。是。竟有暗卫听着墙角，摄政王的脸皮还真是比城墙还厚。什么意思？刚答应本王，便想反悔？妾身是答应了王爷，但王爷可没说是现在。待西北战事结束，妾身自会履行承诺。王爷金口玉言，想来也不会食言吧？果然会咬人的猫才最有意思。侯府这账目上全是亏空，要不是全靠我的嫁妆支撑，怕是一日三餐都困难。夫人，前院传来消息，侯爷被摄政王点为副将，不日便要启程奔赴西北前线了。这慕容城虽然无耻了一点，倒是诚信。走去前厅，给侯爷贺喜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侯爷得了摄政王看重，选为副将。等您立了功，侯府便能重耀门楣了。是啊，咱侯府总算有长久的指望了。母亲您来了，快坐。先是青宁得了太妃赏赐，今日侯爷又受重用，这可是咱们侯府的双重荣耀啊！弟妹真是好本事，既能得太妃娘娘青睐，又能让侯爷在摄政王面前得了机会。嫂嫂愚钝，不及弟妹这般聪慧。嫂嫂这话说的有意思，倒像是侯爷的前程是全靠女眷在宴席上讨巧换来的。弟妹误会了，嫂嫂不是这个意思。萧清宁，嫂嫂好好与你说话，你何必这般咄咄逼人？本侯5日后便要启程，你若敢趁我不在欺负嫂嫂，侯爷这话说的，我身为侯府主母，执掌中弼，教导府中上下乃是分内之事，何来欺负一说？更何况有母亲在府中坐镇，侯爷这般叮嘱，莫非是觉得母亲会处事不公？你好了，侯爷，
青宁说的在理，我还没老糊涂。是嫂嫂不会说话，惹弟妹误会了。母亲，这是儿媳特意寻来的上好人参，炖了许久的汤，最是滋补，您尝尝。你倒是个贴心的。这参汤，母亲不能喝。放肆！这是忠义侯府，母亲想吃什么，轮得到你来管？母亲，您应该喝这个。本侯还没走，你就敢如此苛待母亲？今日便将中福之权交出来，由嫂嫂打理。她至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孝顺。母亲，您也是这个意思吗？萧庆宁自从嫁进来，就端着将军府嫡女的架子，我是一天婆婆款儿都没摆过，也该让她知道忠义侯府到底谁说了算。庆宁啊，母亲知道你持家辛苦，老大家的毕竟是你长嫂，让她先帮你分担些，你岂不是也能清闲清闲？儿媳不敢觊觎中馈，只愿能为弟妹分忧，好好侍奉母亲。一个蠢，一个坏，一个装，这侯府的烂摊子，我正愁如何甩手。你们倒急不可耐的来接了，正好我也懒得再陪你们演这出母慈子孝、夫妻情深的戏码。既然母亲也是这个意思，那今日起府中中贵便交给嫂嫂打理吧。钟会是我的了。萧青宁，你等着吧，这侯夫人的位置早晚也是我柳梦如的。儿媳先行告退。老夫人分明是阴虚内热之症，若用了人参那样的大补之物，只会伤及根本。丝瓜性凉，通络降火才是对症。他们竟这般不识好人心，反倒将钟馗交了出去。他们一心觉得我在刻薄立威，我又何必苦苦解释，做那恶人？就任由那柳氏小人得志。既然他们把这烂摊子当个宝，我便顺了他们的意，顺水推舟便是。双环，你立刻将我嫁妆里所有值钱的物件，以清点修缮为名，分批运出侯府，安置到我的裴家别院去，一样不留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侯爷，弟妹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放心，待本侯从战场上立功归来，就将他贬为妾室。可弟妹才得了太妃娘娘的赏赐，有太妃撑腰，我怕到时候……哼，等本侯立了军功，连摄政王都要给我几分面子。对了，后日有场马球会，京中贵女都去，你也去，多结交些权贵家妹，为日后当侯夫人铺路。可我以什么身份去？大爷已经不在了，自然以忠义侯夫人的身份去。萧青宁那性子最不喜欢凑这种热闹，定不会去。你现在管着侯府中坠，谁也不敢看轻你。侯爷，你真好。双环，我娘亲留下的那只青鸾咸玉簪，可清点到了？奴婢查到去年侯爷在外面欠了一笔赌债，被人催得急，又不敢动宫中的银子，就偷着从您这里拿那只青鸾咸玉簪去抵债。他竟敢动我娘亲的遗物，去填他的赌债。小姐，那只簪子几经转手，如今成了明日安国公府举办的马球会的头彩。娘亲留下的东西，我必须亲手拿回来。贵人，请出示名帖。忠义侯夫人，萧青宁。这位夫人，忠义侯府的女眷方才已经凭帖入场了。弟妹不是一贯不屑参加这种场合，不来怎么能知道有的山鸡插上几根孔雀毛，就以为自己真能变成凤凰？弟妹何必逞口舌之快？这马球会是安国公府操办的盛会，一家府上通常只许1名女眷入内。侯爷亲自将侯府名帖给了我，弟妹若是硬闯被拦在外面，丢的是忠义侯府的脸面。王爷晚安。怎么哪儿都有他？何事在此拥堵？回王爷，这位贵人自称是忠义侯夫人，可忠义侯府已有女眷持帖入场了。我记得你是沈家大爷的遗孀，什么时候嫁给小叔子了？王爷，马球会好像没有规定必须是侯夫人才能参加吧？确实没有这个规定。忠义侯府既有女眷入场，你再进去，
怕是与理不合。不过，本王的摄政王府倒是正缺一位女眷。那夜你做王妃的承诺，是否还作数？若借他的名头进场，只怕日后更是纠缠不清了。凭什么摄政王会对他另眼相看？不劳王爷费心。双环，原是镇国将军府的小姐，请。嫂嫂记住，无论做了谁家的女眷，都别忘记自己原本是谁，别总想着攀附旁人，先学会自己斩直了。等我生下侯爷的嫡子，看你还如何嚣张！娘亲，女儿一定会把您的簪子带回家。王爷，属下查到那只青鸾衔玉簪是忠义侯夫人娘亲的遗物。原来他今日来是为了这个。请各位贵人自由组队，3球定胜负，获胜者可赢得今日彩头青鸾衔玉簪一只。夫人，您怀有身孕，可不能骑马啊！都过了3个月，稳得很。我可不能让萧清宁一个人处疯狂。每队需2人一组，是否有人愿意补位？本侯参加。侯爷，您可算来了。弟妹她非要与我争这簪子，我实在没法子了。忠义侯，不知您选择加入哪一队，协助争夺今日彩头？本侯自然是帮嫂嫂。萧清宁，嫂嫂不过是想讨个彩头，高兴高兴。你身为侯府主母，何必与她争抢？这柳氏不是沈家大爷的遗孀吗？他竟敢跟侯夫人抢东西，当真没规矩。说到底，还是侯夫人这位正妻不受宠。哼，堂堂将门嫡女，被一个守寡的嫂子欺辱成这样，真是丢人。我1打2又能如何？快些开始吧。哼，萧清宁，你还真的嘴硬。本王倒是许久没有打过马球了。这人又要做什么？本王跟侯夫人一对，侯爷觉得如何？王爷，他一个有夫之妇，您怎能自降身份？能与王爷同场竞技，是臣的荣幸。罢了，只要能赢回娘亲的簪子，谁都无所谓。比赛开始！萧清宁，你想要的我偏不让你得到。去死吧！萧清宁，跳过来！进球得分！该死，为什么每次萧清年都能躲过？我的肚子好疼！嫂嫂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莽夫！恭喜王爷获得彩头，青鸾衔玉簪1枚。
王爷，这只簪子实乃王母遗物，对我意义非凡，恳请王爷成人之美。想要？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要可以，本王今晚给你一个来摄政王府当女眷的机会，夫人可要把握住了。娘亲的簪子。青宁，你这是去了哪里？怎么才回来？不是母亲让我清闲些吗？儿媳今日不过是去马球会散了散心，有何不妥？都是儿媳的错，是我身子不争气，险些伤了孩子，不怪弟妹。萧青宁，你明知嫂嫂怀有身孕，还跑去打什么马球？若侯府的血脉要是有闪失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侯爷问我倒想问问侯爷，为何我娘亲的遗物那只青鸾衔玉簪会成了今日马球会的头彩？放肆！你既嫁进了忠义侯府，你的一切便都是侯府的。本侯动用自己福利的东西，何须向你解释？青宁，你怕是记错了，一家人何必为一件死物伤了和气？敢用，倒是不敢认。后爷后日便要出征西北，此去路途遥远，骑射装备、随身细软可都准备妥当了。如今是嫂嫂掌家，这等要紧事，自然该由嫂嫂费心。侯爷母亲放心，儿媳一定为侯爷准备妥当。还是嫂嫂知心。你放心，待本侯立了军功回来，定不会亏待真正待本侯好的人。若无旁事，儿媳先告退了。侯爷，萧青宁毕竟是名正言顺的侯府主母，面子上莫要做得太过难看。母亲，儿媳明白，儿媳一定谨守本分，敬重弟妹。老东西，事儿真多。等我做了侯府夫人，谁还要伺候你？哎，也不知怎么了，近日总觉得身上燥热，偏又虚得提不起劲儿。老夫人，你每日喝的那参汤最是补气提神，想必是开始见效了。明日我再给您多加几片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你孝顺啊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簪子必须拿回来。我这一路进来，未免也太顺利了。顺利就意味着猎物已经踏进猎人的圈套了。既然我已入了王爷的圈套，还请王爷将簪子还我。夫人王母的遗物如此珍贵，本王岂会随意带在身上？夫人，不妨进屋里仔细找找。簪子在哪儿？哼。过来拿。别动。物归原主。多谢王爷，告辞。急什么？夫人不与本王叙叙旧。我与王爷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是吗？那夫人偷运去别院的嫁妆，也是没什么好谈的。王爷怎么知道？夫人真以为一个丫鬟便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东西运出侯府？王爷为何帮我？本王只是觉得四方宅院外的萧青宁才是有灵魂的。慕容成他……这是你欠本王的。你……墨雨，送夫人回去。是，夫人请。差点就被骗了，这男人真是恶劣到了骨子里。难道他当真对我有意？萧青宁，清醒一点，男人对你好未必是真心，可能只是你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。小姐，嫁妆已全部放入别院，商铺的掌柜也都通知了，往后的收益会直接送去别院，1分钱都不会再流到侯府。很好，
管他图什么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合理。现在侯府库房里怕是凑不出100两银子。你去找一些不值钱的物件，将库房装满，做做样子。还是小姐聪明，柳氏根本不认识好东西，这样就不会起疑了。这只是开始，等忠义侯府后院着火，自身难保，我倒要看看沈晏殊还有什么资格拦着我合理。管事平日里为侯府操劳，多有辛苦，如今我掌家，便想着先犒劳犒劳大家。柳夫人掌家就是不一样，比那位大方多了。以后就跟着柳夫人有好日子过。你们放心，侯府再怎么着，我也不会苛刻下人。是吗？那嫂子可要说到做到啊。小人还有差事在身，先行告退了。弟妹来得正巧，上元节将至，这是嫂嫂为摄政王府拟的节礼单子。嫂嫂背的可真不少。如今是嫂嫂掌家，侯爷又要随摄政王出征西北，这礼数自然要做足，也好让侯府在王爷面前长长脸面。嫂嫂如今这一掌家，倒不像从前那般小家子气了。弟妹若是觉得哪里不妥，不如再替嫂嫂添几句。嫂嫂再核对核对。弟妹的眼光我自然信得过。等这些礼送到摄政王府，王爷定会对侯府另眼相看。届时嫂嫂若得了嘉奖，弟妹不会不开心。管家若只管摆阔，谁都能做，如此怕是也长不了。如今整个侯府都听我的，不像从前在将军府，人人都只能看到弟妹，而我只活在你的影子下，被人欺辱。她是我姐姐，你们再敢胡说，我就告诉父亲。看着我像条摇尾乞怜的狗，等着你来拯救。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救世主的感觉？我将军府怎么会养出你这副样子？可惜风水轮流转，将军府不复往昔了。如今是我赢了。将军府养你多年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走着瞧吧。小姐，商铺的掌柜来信说侯府订了很多贵重物品，这货款明日来忠义侯府拿吧。是。给摄政王府的节礼都打点妥当了。此番出征西北，还需仰仗王爷在朝中提携。侯爷放心，都是顶好的东西，王爷定然满意。等本侯立了军功回来，定风风光光的肩掏两房，抬你为平妻。王爷，小姐，不好了！福袋围了好多商铺掌柜，嚷嚷着让咱们还钱呢。什么？是我给摄政王府备的贺礼，都是在弟妹往日惯用的铺件里订的。从前侯府采买从未出过差错，今日也不知为何。要多少？5万两白银。5万两？你都买了什么？除了给王爷的贺礼，还有老夫人百年山参、血燕窝。侯爷，那些掌柜说了，若今日不还清账目，便要去衙门状告侯府赖账。胡闹！若让摄政王知晓本侯连府中债务都理不清，这西北还如何去得？来人！你去把我床底下的银子拿过来。拿去，把那些掌柜打发了。你掌家才几日，便捅出这么大的窟窿，5万两，你连账都不算，便敢随意赊出去。侯爷，礼单我给弟妹看过，他说既要彰显侯府气度，就不能吝啬银钱。我哪里懂得这些？罢了，你也是被他算计了。这笔账，萧青宁必须还回来。小姐，
侯爷用提子银子填了那笔账，眼下正往咱们院里来。看来沈晏殊和老夫人这些年确实攒了不少私房钱。萧青宁，萧青宁，你手里明明有钱，就在这眼睁睁看侯府难堪吗？侯爷，如今是嫂嫂掌家，我怎好贸然插手？侯爷，弟妹怕是觉得嫂嫂掌家不够好，才不肯帮忙的。你算计自家人，这便是你侯府主母的气度。侯爷这话说的当真有趣，礼单是他要我添的，掌家权是他抢着要的，怎么出了事便全是我的错？你身为侯府主母，本就该担起这份责任，否则本侯娶你做什么？忠义侯府为何娶我，侯爷心里当真不清楚吗？若非我父兄的军功，若非镇国将军府在朝中的人脉，忠义侯的爵位早就被褫夺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没我萧青宁，侯府早就垮了。你对我父亲、对沈家，可有过半分愧疚？弟妹，侯爷也是一时心急，你何必说这些？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把戏。沈晏殊，今日我把话放着，侯府的账，我萧青宁迟早要一笔一笔算清楚。双环，送客。嫂嫂，明日往摄政王府送节礼，你亲自去，千万不可得罪了王爷。此番西北之行，这军功我无论如何都要争回来。侯爷放心，嫂嫂绝不会让你失望。侯府柳梦如前来献上上元节贺礼。摄政王有令，忠义侯府的礼只收萧青宁夫人所献。您怕是弄错了，我如今是忠义侯府的掌家之人，这贺礼是我特意备下的。摄政王只认萧青宁夫人，您还是请回吧。送个贺礼都能被人拦在门外，忠义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母亲息怒，儿媳也没想到王爷竟说只收弟妹的贺礼。若不是你非要抢这掌家权，能有今日这等羞辱？摄政王若因此怪罪下来，侯爷的仕途便要断送在你这个蠢妇手里。儿媳知道错了。去找萧青宁，让他亲自去给摄政王送礼。这事若办不成，忠义侯府便再容不下你。是，弟妹，求你救我！我院里没有外人，嫂嫂不必言了。弟妹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若不肯去给摄政王送礼，老夫人便要赶我出府。我腹中还怀着孩子，离开侯府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侯爷的前程可都在弟妹手里了。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弟妹，从前都是嫂嫂不对，我不该跟你抢掌家权，不该处处与你作对，我都是为了侯府，为了侯爷着想啊！嫂嫂，侯爷，萧青宁，你这个毒妇！侯爷既说我是毒妇，我自然不能服了侯爷的意。摄政王府那边，侯爷自己去吧。等等，你要怎样才能去摄政王府？要我去送贺礼，可以，只要侯爷把这些年吞占的镇国将军府旧产如数归还。我答应你，等我挣了军功，定要休了你这个贱人。王爷不是曾在此处遇到过刺客吗？怎么会约在这里见面？慕容成，你约在此处究竟想做什么？发什么愣？快些进去，别让王爷等急了。怎么选在这种地方见面？连个下人都没有。那以后他竟然没让人收拾，这男人是疯了不成？故意留到现在。萧青宁，你莫不是记错了地方？王爷怎么还不来？
你若耐不住性子，便先出去等。来了多久？等急了？回王爷，刚到。王爷，陈协夫人前来，给王爷献上上元节贺礼。贺礼不急，本王只想问一下夫人，不知夫人可满意本王选的地方？王爷选的自然是好地方。本王听闻这间屋子曾有客人在留宿之后阔绰地留下一锭金子，本王很好奇，这位客人究竟对所想之物满意到何等程度，才会出手如此大方？许是那客人对那晚十分满意。真巧，本王也是这么想的。王爷说的是，这芙蓉楼臣也常来，在京中的确是数一数二的好去处。王爷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是臣多嘴。忠义侯觉得这间方子最妙在何处？臣愚钝，还请王爷指教。都说摄政王喜怒无常，可这是在京中，他总不至于对我怎样吧？忠义侯下盘如此不稳，到了西北战场上，如何御敌？这个废物！王爷，侯爷许是近日操练过度，有些疲惫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带忠义侯去隔壁休息。谢王爷。王爷，妾身也去外面等候。夫人当真不想知道这间屋子的妙处是什么？不想知道。妙处便是这屋子的隔音极好。无耻！牙尖嘴利。王爷，臣休整好了。王爷，方才臣不在，剑内没有给王爷添麻烦吧？忠义侯有如此贤内助，真是好福气。王爷说笑了，您权倾朝野，这天底下什么样的绝色女子，不是任您挑选？哼，有些东西是权势也换不来的。不管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还是貌美伶俐的小家婢女，只要王爷喜欢，臣立刻去寻来送到府上，陪王爷解闷。可惜本王已有爱慕许久的心仪之人。爱慕已久，那定然不是我。既然爱慕已久，王爷何不大胆求娶？如今年节将至，送心仪之人一枝桃花，便可聊表心意。他果然全忘了。停车！这个毯子和我最爱的桃酥都给你。你拿走吧。这是我绣的帕子，包上就不疼了。嬷嬷说，冬天之后桃花一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一起看桃花好吗？大小姐，天冷快回来。侯夫人倒是懂得不少。能得王爷一句夸赞，是贱内的福分。王爷日理万机，若想寻些消遣，臣愿为王爷分忧。哼，本王觉得萧青宁很适合做摄政王妃。王爷，您说什么？很适合做摄政王妃。这男人是不是疯了？王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侯爷慌什么？本王的意思是，未来的摄政王妃若有侯夫人这样品貌，便再好不过了。贱内粗鲁，哪担得起王爷这般夸赞？你是在质疑本王？臣不敢。摄政王妃身份尊贵，
哪是臣妻能高攀的？贺礼已经送到，臣妻与侯爷先告辞了。哎，你慢点儿，王爷，臣先告退了。侯爷，摄政王可收下贺礼了？本侯亲自去送，王爷岂有不收之理？王爷肯收这礼，便是愿意照拂侯府，往后朝堂上也能替侯爷说几话。侯爷辛苦了，想必弟妹在王爷面前也帮着说了不少好话吧？他端着个架子，半点用都没有，不如嫂嫂懂事明理。王爷既然收了贺礼，那侯爷答应我的事也该兑现了。将军府的旧产该还给我了。侯爷，青宁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侯爷求我去王府送礼时亲口答应，只要我去了，当初将军府贴补给侯府的旧产会悉数奉还。青宁啊，那定是晏殊的玩笑话，都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是啊，弟妹，母亲说的在理。这些年侯府何时亏待过你？如今为了那些闹成这样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嫂嫂说的对，传出去确实不好听。既然侯爷觉得这是玩笑话，那不如请摄政王来评评理。侯爷慌什么？本王的意思是，未来的摄政王妃若有侯夫人这样品貌，便再好不过了。摄政王对青宁分明不一般，若因这点旧产惹恼了他，只怕西北的军功还没到手，就先折在了半路上。侯爷想好了吗？本侯自然是言出必行，几间旧铺子而已，给你便是。晏殊，那些可都是侯府的家底，怎能说给就？母亲，你有所不知，摄政王亲口夸赞了萧青宁的品貌，这哪是夸他，分明是看中他背后的将军府。眼下侯府的情况，若因这点旧产得罪了摄政王，得不偿失啊。萧青宁何时攀附上了摄政王？摄政王权倾朝野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会看上他一个嫁过人的？罢了，旧产还他便是。横竖他还是侯府的人，犯不着为这点事儿得罪摄政王。旧产都在库房，你自己派人去清点吧。侯爷放心，我定仔细清点，一样都不会少。双环，你现在就去库房将旧产都清点清楚，全部运去别院，一样不留。奴婢明白。回来了。王爷大驾光临，可有什么事？本王听说你要回了将军府的旧产。王爷的消息倒是灵通。你想要的已经到手了，那本王想要的，你打算何时兑现？他怎么就盯上我不放了？难不成就因为那一夜，权倾朝野的摄政王竟然这么纯情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和离这事儿靠我一个人的确难办，有他帮忙倒是省力不少。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这天底下还有王爷得不到的东西吗？就算你搬空旧产，侯府也不会放过你。沈晏殊是什么人，你比本王清楚。你若信本王，本王帮你和离。我当然想和离，但不能只是和离，我要他们名声扫地，万劫不复。那便如你所愿。你想怎么做？王爷不是收了侯府的贺礼，那便委屈王爷给沈晏殊安排一个好看的官职，让他留在荆州。然后不用上战场，就白得了这么大的好处，必会大摆宴席。届时设法让沈晏殊与柳梦如的丑事公之于众，我便可顺势脱身，与他恩断义绝，步步为营。你果然是最适合做摄政王妃的人。天色已晚，就不留王爷用膳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忠义侯沈晏殊才略出众，着即升任经济营副统领即日赴任，钦此。臣领旨，谢陛下。副统领，不用去西北也能谋到这般实缺，晏殊总算熬出头了。嫂嫂早就知道
侯爷必有大造化，恭喜侯爷！这般喜事，定要设宴庆贺，把摄政王也请来，咱们侯府从此也算有靠山了。母亲，宴席便交给儿媳来办吧，弟妹不会介意吧？哼，她的嫁妆都搬走了，这府里与她还有什么关系？她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侯爷放心，这府里的事就交给嫂嫂，我很放心。我自然是只等着看好戏了。老夫人好福气，侯爷年纪轻轻便得了实权官职，前程不可限量。都是摄政王抬爱，大奶奶将宴席操持的这般妥妥，当真是贤惠。不过是替母亲分担些琐事罢了。弟妹，这宴席可还合你心意？尚可。弟妹若是对我哪里不满，直说便是。嫂嫂辛苦操持宴席，你还敢挑三拣四？我不过说了句尚可，嫂嫂便委屈成这样。侯爷护嫂心切，倒叫满堂宾客看了笑话。是我多心了，弟妹别往心里去。弟妹，侯爷今日大喜，你身为妻子，难道没备什么贺礼？既如此，侯爷自己从旧产里挑一样吧。那便把西街那张地契拿来吧。西街的商铺收入最高，沈晏殊胃口果然大。嫂嫂好生收着。半个时辰后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王爷来了，不去席上喝酒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本王若在席上坐着，怎么看得出侯夫人唱念做得的好本事？王爷既然看出来了，还不离我远些，不怕被我算计？本王巴不得你来算计。沈清宁，你在那边吗？别笑，要是被沈晏殊发现，今日的计划就不成了。奇怪，明明是往这边来了，王爷马上就到了，这女人净给我找麻烦。王爷当真是胆大包天。我与夫人夫唱夫随。侯爷，我备了贺礼，您打开看看。侯爷，我好热。嫂嫂，你做什么？有事，你失态了。侯爷，我今日好开心。你只要休了萧清宁，娶我做正妻，我们的孩子就是嫡子。嫂嫂不是怀了小叔子的孩子吗？忠义侯府的宴席这才刚开始。我没有胡说，你说我比他温柔懂事，说你心里只有我。堵住他的嘴，拖下去。老夫人，你不能过河拆桥。您禁止我和侯爷的事，还日日和我炖的肾药呢。原以为侯爷与嫂嫂只是叔嫂情分，不想这般深情厚郁。你摄政王驾到！侯府今日倒是热闹得很。求王爷为臣妻做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方才嫂嫂当众失态，亲口说出她腹中怀着侯爷的骨肉，还说只等侯爷休了我，便娶她做正妻，孩子落地便是嫡子。王爷，都是误会。嫂嫂今日喝了酒，神志不清，说的全是胡话。这么说，今日之事只是他一人失态。王爷明察，臣与嫂嫂清清白白，绝无苟且之事，定是有人存心陷害。萧清宁，你是侯府主母，今日这事，你想怎么办？臣妻嫁入侯府多年，自问无愧于心，如今却落得亲眼看到丈夫与寡嫂偷情，求王爷做主，臣妻愿自请和离，成全侯爷与嫂嫂。不行，你永远是侯府主母。至于柳氏，给个妾室的名分便是，侯府绝不委屈你的。母亲说我是主母，库房钥匙在嫂嫂手里，这场庆功宴也是嫂嫂一手操办，我还算什么主母？寡嫂掌家，正妻晾在一边，忠义侯府这规矩闻所未闻。
这哪是主母，分明早就是弃妇了。去官府请和离书。是。怎么，要本王教你写自己的名字？今日让诸位见笑了，改日侯爷与嫂嫂大婚，还请诸位来喝杯喜酒。萧青宁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母亲待你不薄，你竟把她气成这样！老夫人身体不适，自有柳氏这个贴心儿媳在旁照料，与我何干？贱人，离了侯府，本侯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？侯爷，老夫人身子早已亏空，人参大补，非但无益，反倒伤了根本，这病怕是难以根治了。是柳氏，她日日端参汤来，说最是补气提神。侯爷，你为何打我？你还有脸问？宴席上你说的那些话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侯爷，定然是萧青宁给我下了药，他设计陷害我。就算是他下了药，那些话是你亲口说的，本侯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侯爷如今手握实权，他是将门嫡女又如何？父兄都死了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可妾身还有侯爷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那母亲呢？因你日日送去的参汤，导致她身子亏空，咳嗽昏倒，你又怎么说？妾身只是见母亲被萧青宁欺负的可怜，想多给她补补。妾身都是为了孩子啊！往后妾身一定贴身照料母亲，再不出半分差事。罢了，以后别再自作主张，你好生歇着，我去看看母亲。以后妾身都听侯爷的。萧青宁这贱人走了，老东西又卧病在床，往后这侯府便是我说了算，倒也不算全坏。不过这次被他算计的丑，绝不可能就这么算。咱们走着瞧。将军府的东西守住了，这偌大的将军府，却连个等我回家的人都没了。爹娘，哥哥，青宁想你们。这么晚了，王爷怎么过来了？顺利和离，青宁难道不该敬本王一杯吗？青宁多谢王爷宿住，一杯酒可不够。侯府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，王爷你怕什么？这天下最锋利的刀就在你手里，想怎么用，随你。小姐，您与摄政王……放心，我刚从狼窝出来，不会急着往虎穴里跳。可摄政王瞧着不像是好糊弄的主儿。他想娶我，没那么容易。静太妃是绝不会让一个二嫁妇坐上摄政王妃的位置。我只想守着将军府，哪儿也不去。小姐，上月亏空一平，流水也稳住了。辛苦，这几间铺子是将军府老底，往后还得用心经营。这是我先看中的。先看中又如何？本小姐能出3倍价钱。拿好，下次再来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忠义侯府的弃妇，都被休了，还有脸出来抛头露面？宋小姐长成这副模样都敢日日招摇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你别以为摄政王替你说了句话，便真把自己当回事。殿下不过一时心善，劝你少痴心妄想。我怎么做怎么想，就不劳宋小姐费心。我好心劝你罢了，要不看在当年你哥哥对我好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宋小姐这一整，怕是病得不轻。见过吗？将军府女主人的掌家玉佩，你哥哥亲手送我的。怎么，还觉得我在说大话？
宁儿，娘亲的长家玉佩，哥哥送给了一个姑娘，等我从边关回来就去求取，到时候你就有嫂嫂了。那你可要早点回来。哥哥的心上人，居然是宋涵曦。店家，这条披豹、那套襦裙都包起来。如今侯府回不去了，将军府也早败了，这般做工的料子，萧小姐怕是连摸一下都不敢吧？宋小姐，披帛50两，襦裙200两，共250两。250两！宋小姐不会是买不起吧？本小姐堂堂丞相府，还差这点银子，付钱。小姐，这可是您1整年的月银，让你付你就付。东家，您收好。你叫他什么？我们铺子是将军府的产业，宋小姐难道不知道？萧清宁，你敢耍我！衣服明码标价是宋小姐自己要的，怎么能说是我故意的呢？250两，这个数配宋小姐今日的气派，倒是挺合适的。小姐，萧清宁这个贱人，我要你死！往后他再找麻烦，直接来告诉本王。这点小事就不劳烦王爷了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倒是沈晏殊那个副统领的位置，王爷想让他做到什么时候？这第一刀何时落下，得持刀的人说的算。我到了，今日多谢王爷送我回来。今日这车倒是驶得快了些。王爷，手可以松开了。急什么？别下车！你已经和离了，本王就这么见不得人？若被人撞见我刚和离便与摄政王同乘一车，旁人只会说王爷风流潇洒，而我会唾沫星子淹死。你是本王的人，谁敢？萧清宁，你给本后下来！让我下去，求你。去吧。是时候该请旨赐婚了。萧清宁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本后好歹是你前夫，你竟如此恶毒！你本就没什么真本事，硬塞个高职也坐不稳，德不配位罢了。你一个和离妇人，青天白日与男人同乘一车，车里的野男人是谁？自然是相好之人。什么？你这是背弃妇道，简直不知羞耻！你爬上寡嫂床的时候，想过羞耻2字吗？和离书是你亲手签的，我做什么与你无关。送客。萧清宁，你给本后等着！王爷动作倒是快，沈晏殊的官职说撤就撤了。所以，你打算怎么谢本王？王爷若是不嫌弃，进来喝杯茶。带路。我的谢礼，王爷尝尝。这就是你所有的诚意了？这桃酥是我亲手做的，一般人可尝不到。还是当年的味道。这手帕，你觉得眼熟吗？是我的没错，怎么在王爷这儿？偷的。倒像是王爷做得出来的事。
再吃就撑了。我应该记得什么吗？时机到了，自然会想起来。侯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兵部居然说本侯能力低下，德不配位，让本侯在家停职待查。怎么会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本侯没用？侯爷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会？侯爷，柳夫人，府上账面已亏空近万两。什么？侯爷这些年在外头的开销，从前都是萧夫人从私账上垫付的，如今他撤了私账，公账早就撑不住了。你掌家这么久，就不会省着点儿？这一身行头哪件不是钱？连萧清宁都不如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侯府的脸面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侯爷处处拿我与他比，莫不是对他旧情复燃了？胡说什么！我对他早就恩断义绝。那你怎能拿我跟他比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说这种话，我有多难受，你知不知道？侯爷别急，我与母亲再节省些，攒下银子给你去打点，你一定可以重回朝堂的。得此贤妻，此生足矣。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如今满京城都在笑话我，名声彻底毁了，还怎么嫁给摄政王殿下？都怪萧清宁，若不是他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宋小姐何必一个人喝闷酒？你来做什么？看本小姐笑话？不，我来给宋小姐指条明路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萧清宁。正是，我能把他赶出侯府，就能让他再无翻身之势，而且我还能帮宋小姐挽回名声。宋小姐不妨办一场作诗宴，邀请京中公子贵女，就说要歌颂镇国将军萧远山的战功。如此一来，外人只会觉得宋小姐胸襟宽广，不计前嫌，谁还记得成衣铺子那点小事？你从小寄养在将军府，萧家待你有养育之恩，连恩人都能反咬一口的人，我怎知你不会转头咬我？宋小姐警惕些是好事，可唯有我能帮你。只要到时宋小姐拿出玉佩，我再仿几封萧远山通敌书信，就说他们父子当年是投敌了。我是将军府养女，我的话谁都会信。她一个叛臣之女，拿什么和你争？萧清宁已经被你赶出侯府，你还追着他不放，总得有个理由。他和离时把将军府旧产全搬走了，侯府账面已经亏空近万两，但只要萧家父子定罪，旧产重新处置，萧清宁再无倚仗。原来你打的是将军府旧产的主意。宋小姐坐上摄政王妃的位置，总不会亏待有功之人吧？丑话说在前头，若你到时候敢耍什么花样，我能弄死萧清宁，杀你更是容易。宋小姐放心，你我各取所需，事成之后再无瓜葛。什么？萧远山父子没死？千真万确，我们的人在敌国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两人出入敌国皇宫，与敌国将领往来密切。既然没死在战场上，为何不回来？莫非当年他们当真？怕是坐实了，萧家父子确实通敌。父亲，天助我也！韩熙，你都听见了？原以为我和柳梦如伪造书信是栽赃，没想到他们竟真的通敌叛国。父亲，我们不如顺水推舟。父亲还愁在陛下面前无法立功吗？父亲不必担心，女儿和将军府养女素来交好，将军府厚此薄彼，他早已有了微词。家贼难防，还怕没有证据？此事必须周密，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小姐，宋小姐派人送来的请帖，说是临近将军公子的忌日，特邀京中公子小姐一同作诗歌颂将士战功。小姐，这明摆着是圈套，您可不能去。我知道，他如此大费周章，就算我不去，他也一定有别的法子对付我。不如去看看，也好将计就计。
宋小姐，王爷处理公务，不见外客。劳烦通传，丞相府请王爷参加作诗宴。王爷说不去。那你再转告王爷，作诗宴要歌颂镇国将军战功，揭露萧清宁的真面目。他若不来，定会后悔。站住！什么宴？作诗宴，歌颂镇国将军父子战功，京中公子小姐都来，好茶好酒备齐了。本王会去。那我便恭候王爷了。果然，王爷也没那么在意萧清宁，只要我布好局，萧清宁，你便再无翻身之日。王爷，萧将军父子已回京，按您吩咐安置在城南小院，但丞相府的人正在小院附近打探，要赶走吗？不必。宋寒溪这场作诗宴本就是给萧清宁做的局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得手了，我们才能一网打尽。传令下去，盯紧小院和将军府，保护好萧清宁。是。宋姐姐，听说摄政王也要来你的作诗宴，王爷可从不出席这种场合，对姐姐当真是另眼相看。就是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，摄政王谁的账都不买，唯独给姐姐这份面子。你们别胡说，王爷兴许只是想散散心。萧清宁算什么东西？摄政王妃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奴婢该死，奴婢没看清路。哎呀，怎么这般不当心？萧小姐可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竟如此怠慢，还不快带萧小姐去换身衣裳？不必麻烦，我自备了替换的。宋小姐这府上的下人手脚倒是有趣，专往客人身上泼水。改日我也学学，好生招待宋小姐一回。萧小姐说笑了，不过是下人手笨。你不好意思，宋小姐站得这么近，倒是被连累了。下次想泼我，别用这么拙劣的法子，太掉价了。贱人，一会儿我还看你怎么嚣张，还不带本小姐去更衣！宋姐姐今日这身，整个京城也挑不出第二个。依我看，只有宋姐姐才配得上摄政王。再等等，还有位贵客没到。谁这么大架子？是萧清宁，她刚和离，处境不易，大家多担待。一个弃妇也配让咱们等？以前怎么没发现萧清宁竟这般好看？沈晏殊当真是瞎了眼。一个和离之妇，穿得花枝招展，也不知羞。就是，还当自己是将军府大小姐呢。大家别这么说，萧姐姐如今孤身一人，难免着急寻个依靠，打扮的年轻些也是人之常情。咱们多担待些，再好看也是双破鞋，王爷也绝不会多看她一眼。宋小姐费了这么多心思搭台子，不唱一出好序，岂不可惜？这是我为镇国将军写的诗，姐姐瞧瞧。萧姐姐，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必撕了我写给将军的诗吧。天哪，他竟敢撕宋姐姐写的诗，太不识抬举了，这不是打主人的脸吗？到底是和离之妇，规矩了数都忘了。姐姐若对我不满，私下说便是，何必拿将军的诗签出气？裂口笔直，倒像是事先裁了一般，轻轻一扯便开了。宋小姐准备的可真周全，并较全错，末句抄了古人成句，家父一生戎马，从不做泪染衣衫的哀戚之态。宋小姐拿这等拼凑之物来歌颂他，是真心颂扬，还是借我父亲的名头搭你的台子？萧清宁说的在理，那裂口也不像是撕的。既然姐姐不喜欢我的诗，那你一定想见见故人。你没说萧清宁在。歌颂萧将军，他当然会在。侯爷别说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这不是忠义侯和那个寡嫂吗？有好戏看了。萧姐姐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不管我会不会高兴，
宋小姐不是一样会这么做？萧姐姐，我想着柳姐姐是将军府养女，将军在天有灵，定也惦念她，便一同邀来了。妹妹自然不会不高兴，我们从前关系最好了。萧青宁，我其实很感谢你，多谢你让我做了将军府养女，嫁进侯府，更谢谢侯爷赐了我一个孩子。你开心就好。可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好心下去？我与侯爷名声扫地，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？都是你们咎由自取罢了。咎由自取？我从小寄人篱下，看你锦衣玉食，看你父兄疼爱，我有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可你凭什么合离之后还能被摄政王护着？柳梦如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奉劝你适可而止。妹妹，就帮我最后一次吧。妹妹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别再与侯府为难了。啊！妹妹，你为何推我？嫂嫂，你怎么样？侯爷，他明知道我还怀着孩子，居然推我。萧青宁，就算和离了，你也不能对嫂嫂动手。这里是丞相府，不是你与侯爷闺中之乐的卧房。要演一往情深，回你的忠义侯府演去。萧姐姐，你这话是故意想让丞相府下不来台吗？快给柳夫人道个歉吧。我萧青宁做事，做了便认，没做便绝不认。妹妹，你恨我便罢，可这孩子是无辜的，真是太恶毒了。幸好忠义侯与他和离了。说得好，我也庆幸早早与忠义侯和离了，否则今日在众人面前演这出蹩脚戏的，还不知是谁。摄政王到！参见摄政王。平身。不知王爷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王爷，你来了。王爷，这边请。不必。发生了何事？不过是些小误会，已经处置妥当了。本王问的不是你，发生了何事？柳梦如自己往地上一躺，非说是我推的。宋小姐让我道歉，可没做过的事，我一个字也不会认。王爷有所不知，萧姐姐嫁入侯府多年无所出，定是嫉妒柳姐姐怀了侯爷的骨肉，这才痛下狠手，这可是一尸两命啊！你是说萧小姐嫉妒柳梦如？王爷，你可不能被她骗了。可她连本王都不假辞色，又怎么会惦记沈晏殊？嫉妒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养女。王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意思是，本王也爱慕萧青宁许久。他疯了不成？摄政王喜欢萧青宁？难道当时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凭什么？她一个被休的女人，居然被摄政王当众示爱？凭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您堂堂摄政王，怎会看上一个被休弃的继父？是他抛弃了侯府，不是侯府不要他。更何况本王暗恋他多年，摄政王妃的位置一直在等他来做。王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等今日结束，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。暗恋多年，这怎么可能？摄政王竟暗恋他多年，那我这些年对他的冷落，对他的羞辱，原来摄政王处处维护，竟是这个缘由。难怪，就算王爷有意，敬太妃与皇室宗亲也绝不会应允您娶一个二嫁之妇。母妃早知本王心意，至于宗亲，除了圣上，本王从不放在眼里。柳氏，你还要坚持是他推的你？就是他推的，大家都看见了。是吗？可我有证据能证明我根本没有推他。柳姐姐，你且说说你是怎么摔的？是我自己摔倒的。你说什么？他方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是萧青宁推的吗？自己摔倒却栽赃给萧青宁，这女人也太歹毒了。不是，是萧青宁。他方才靠近我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一股怪味儿，一定是他给我下了药。
我是被他控制的，方才说的话不算数。柳氏，你是说萧青宁未卜先知，提前备好要来害你？可今日这场宴席是你自己要来的，他怎么知道你会摔倒？是我搞错了，方才一时慌乱，以为是妹妹推的我，冤枉了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赔不是。道歉，我收下了。不过，我还有另一笔账要和你算。什么？沈家大哥，你的丈夫是怎么死的？大哥虽自幼体弱，但大夫说过要好生调养，活到40、50岁不成问题。怎么偏偏在你嫁进来不到2年，就突然病重不治了？他是病死的，府里上下都知道。不，是你害死了他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害死我的丈夫？萧姐姐，刘姐姐毕竟是将军府养大的，就算如今闹成这样，你也不必栽赃她杀人吧？传出去对将军府的名声也不好啊。这是沈燕安临终前藏在经书里的亲笔信，近日才由将军府旧仆送到我手上。吾妻梦如日日端来的药中似有异味，吾疑心已久，却无力自证。若无有不测，此信便是疑证。假的，刚伪造的！将军府旧仆早就散了，哪来的什么旧仆？你买通大夫换药的账目也在，要我一件一件拿出来吗？柳梦如，大哥待你那样好，你竟敢！他一个病秧子能给我什么？我嫁进侯府，原以为能做侯夫人，却成了守寡的田房。凭什么萧青宁过得比我好，什么都有？幸好你哥早死，我才能勾引你，让他尝尝被背叛的滋味。你这个毒妇！原来这柳氏才是真正的蛇蝎心肠。哼，亏他方才还装的那般楚楚可怜。柳氏杀夫，按律当斩，株连亲族。钟义侯，若论株连，你也逃不掉。王爷明鉴，臣与这毒妇从未成亲，无媒无聘，他算不得侯府的人。株连9族轮不到忠义侯府，求王爷做主。沈晏殊，他腹中还怀着你的骨肉。那孩子也未必是我的。这毒妇今日能杀大哥，明日就能杀我，谁知道他腹中是谁的种？沈晏殊，你不是人！你每晚爬我的床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无媒无配？你如今想让我一个人去死，那就一起死！拖下去！忠义侯沈晏殊私通寡嫂在先，包庇杀夫罪妇在后，即日起辍夺爵位，押入大牢听审，带下去。王爷，臣与这毒妇毫无瓜葛，求王爷开恩。爵位是臣祖上传下来的，求王爷。真是废物，萧青宁，你等着，萧永山的案子，我看你怎么翻。戏看完了，本王送你回去。站住！王爷且慢，萧青宁根本配不上您，因为镇国将军父子通敌叛国。你胡说！宋寒溪，你可知道这话说出的后果？这是敌国卧底送回的情报。镇国将军父子消失这些年，一直在为敌国效力。父亲和哥哥还活着？仅凭一张不知真假的羊皮纸，就想给我父亲定罪？我收到消息，你父兄已潜回京城，就藏在城南小院。你若问心无愧，敢不敢去看看？有何不敢？萧青宁，到了城南小院，我要你连同将军府一起万劫不复。他真的还活着，哥哥，你真的活着。宋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满京城都知道了。父亲已奏陛下，我父子之事，你们尽知。自然知道，镇国将军父子通敌叛国。通敌叛国，率众而至，
是来捉拿我不成？你亲手将萧家长家玉佩交给我，想让我丞相府与你里应外合，这便是镇国将军私陷敌国的边防图，铁证如山。这玉佩你说喜欢，我便从母亲嫁妆里偷出来给了你。我以为一根玉佩能定终身，如今你拿它作证，说我叛国，说这些旧事就能抵赖你的罪证。这帕子还你。从今起，我萧炎与你宋寒溪再无半分瓜葛。家兄若欲拉拢你，何须以长家玉佩为凭？这不是明摆着留把柄给你？果然，他用不着本王出手。宋家姑娘，在给别人定罪之前，不如先看看你手里那张边防图是真是假。爹爹，您真的还活着？宁儿不哭，爹爹在。将军在外多年，可曾留下什么把柄？并无大碍，只是犬子年幼时曾赠宋家小女一枚长家玉佩，恐被有心人利用。将军放心，请即刻入宫复命，只要陛下亲口证词到手，宋家便无翻盘余地。好，老臣随王爷明日一早入宫。连我父子在敌国做了什么都没查清，就急着构陷，太拙劣了点儿。哼！你父子潜伏敌国是真，为谁做事却说不清。边防图纵然是假，与敌国皇室往来密切，难道亦是虚言？就是，你们出入敌国皇宫，难不成是去喝茶？我父子潜入敌国多年，以假情报迷惑，帮朝廷摸清布防，是陛下亲下的密旨。密旨在何处？口说有何凭？这便是密旨，丞相不妨亲自过目。父亲和哥哥卧底的事，你一直都知道。是在关机密，半分不能泄露。无妨，父亲他们平安就好。萧远山，你竟敢伪造圣旨！陛下从未下过卧底敌国的密旨，你拿假圣旨招摇逛市，是嫌命太长吗？对，若真有密旨，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分明是临时伪造。说我伪造圣旨，好，那便请一人来验验这圣旨是真是假。陛下，老臣请陛下现身，为老臣作证。陛下驾到！爱卿，快请起。丞相府的人继续跪着。镇国将军父子潜伏敌国之事，是奉朕密旨，实为我朝功臣。宋爱卿，你方才称此圣旨乃是伪造，现在还怀疑吗？臣不敢，陛下明鉴，都是误会，老臣糊涂，听信小女谗言，孽障！都是你自作主张，伪造证据，构陷忠良。臣对此毫不知情啊，陛下！父亲，我一切皆遵你吩咐，你许诺助我登上摄政王妃之位。承萧家爱了丞相府，如今竟把罪推给我。陛下切莫听信，小女满口胡言。解气吗？谈不上解气，只是觉得可悲。我错了，求你念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饶我这一次。你要求的不是我，要求的是萧清宁。凭什么？萧清宁，算你赢了。要杀要剐，
悉听尊便。陛下都听见了，此女冥顽不灵，毫无悔意。既如此，传旨，宋氏妇女革职下狱，交由3司会审，严查贪墨军饷、构陷忠良等案。宋韩熙贬为庶人，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归京。不要啊，陛下，饶命啊！敌国太险，不告诉你，怕你担心，也怕你被人盯上。青宁，是哥哥愚钝，受人蒙蔽，让你独撑家门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哥，好了，今日团聚，都不许掉泪。王爷之恩，老臣改日登门拜谢。将军言重，本王不过是顺水推舟。慕容成，我印象中那一夜之前从未见过你，你为何会喜欢我多年？你可还记得20年前古庙外，少女窥食果商，暖与小乞丐，他折桃花给他，冬尽桃开，万事向好。嬷嬷说，冬天之后桃花一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一起看桃花好吗？那个小乞丐，是你？当年我被叛军追杀，若非你，不可能有今日。后来我每年都去桃树下等你，等了20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你，却听说你已嫁人。我以为此生只能远远看你，直到芙蓉阁那夜，你自己撞进我怀里。青宁，我从未错过你，是命运把你送回来给我。青宁，你愿不愿意把剩下的日子交给我？我愿意。青宁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再不分离。好。王妃，您这几日胃口不好，奴婢去御膳房要了些梅子，您尝尝。味道不错。你什么时候爱吃酸的了？一颗梅子而已，你怎么了？本王不知，忽然一阵恶心。王爷这反应怎么跟怀了似的？去请太医。是。王爷，请伸手。王爷脉象并无大碍，许是吃了寒凉之物，肠胃略有不适，休养半日便好。不是说没事吗？老臣斗胆，请王妃也诊脉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！王妃已有月余身孕，脉象平稳，胎相稳固。你有了？本王要当父亲了！等等，那本王方才吐什么？医书有载，妇人有孕，其夫偶有妊娠之象。王爷这是心疼王妃，连孕吐都替我分担，王爷定是世上最好的父亲。孩子生下后，你只管自在，一切都交给我。